定位更爱女人的新能源汽车的欧拉销量越来越拉了。前段时间，长城汽车对外公布了11月的产销快报，其中欧拉只卖掉5806台，同比下跌42.08%，而前11个月总计销量58532台，同比下跌40.57%，这成绩说句腰斩不过分吧。除此之外，欧拉近期还发布了一则公告，欧拉 App 将在2024年12月正式停止运营，服务将迁至长城汽车 App 中。通常，汽车应用 App 的迁移如果不影响服务体验，不侵犯车主的权益，就不会引起太大的异议。但这次欧拉 App 迁移却引起很多车主的反对，因为欧拉定位女性品牌 ，App 也简约清新偏女性审美，但迁移过去的长城汽车 App 设计简单粗暴，里面还充斥着越野元素，不但和欧拉品牌定位格格不入，一些欧拉原有的功能也取消了。有女性车主就吐槽，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去开大货车了，好猫变老猫了。伴随着 App 迁移，还有媒体报道，欧拉的独立店开始被撤，经销商数目锐减，以后可能也不会出新车型了。那么，这个号称最懂女性的新能源车品牌到底经历了什么？这期视频咱们就来回顾下欧拉的品牌故事。其实追溯过去，欧拉品牌诞生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女性，后来高喊为了女性，纯属偶然而已。这里先说个背景，长城当年是抱着怎样的想法做新能源车的？时间回到2016年，汽车行业有个大新闻，工信部为了倒逼车企降低油耗和发展新能源，拟出台一个叫做双积分的政策。大概意思就是工信部对车企生产的车型油耗有要求，计算方式很复杂就不说了，反正就是油耗不能太高，高了扣分，分扣到一定程度就要接受惩罚，比如暂停生产高油耗车型。但是呢，车企可以生产新能源车来平衡这个积分，让自己免受处罚。如果分扣的实在太多了，又没有新能源车赚积分，那就要发挥超能力，花钱买别的车企富余的积分。这也是为什么17、18年那会儿，各大车企都在疯狂合作组建新能源品牌，相互瓜分积分。搞明白了大背景，咱们来看长城汽车。众所周知，长城早就不玩轿车了，专门造 SUV 和皮卡这种高油耗的车，这就导致长城汽车2016和2017两年累计油耗积分缺口巨大。当时媒体报道，大概以394381的负积分排名第一。对此，长城想了2个办法应对，一是和宝马合作生产纯电 mini， 二是收购现有的新能源车企。但这2招只能算缓兵之计， mini 销量有限且合作进程慢。至于长城收购的那个叫做御捷汽车，和山东的雷丁一样造老头乐出身的，技术落后，品牌形象也很差。长城拿它更多是用来短暂性应对积分缺口，不可能真正花大价钱培养，不然有损自身品质车企的形象。所以当时的长城必须亲自搞个新能源品牌。于是2018年8月20日这一天，欧拉品牌正式发布，品牌命名来自于对世界著名数学家欧拉先生的纪念。所以别扯什么女性化命名，人家当年发布会半个字儿都没提女性化。然后就是欧拉的定位，当时宣传主要打造新一代电动小车，售价10万以内。这个定位没毛病，要知道搁2018年比亚迪还在迷茫呢，那时电车真不好卖，小型低价的代步电车还勉强有点销量，就算卖不掉还能做共享汽车，毕竟当时长城真的有个欧拉出行平台。再来看欧拉发布的首款车，不叫什么猫，而是叫欧拉 iQ。咱就是说，以这款车的外观和内饰，它和可爱不沾边吧，和女性也不沾边吧，不伦不类的与主流审美大相径庭。别说讨好女性了，就是男性也不见得有几个喜欢的。所以再次强调一个事实，欧拉品牌诞生之初真没有宣传专为女性打造。那么后来欧拉咋就 all in 女性了呢？这还要从后面的车型说起。别忘了，欧拉定位是小车，既然是小车，那设计自然就偏向可爱圆润。欧拉首款车 iQ 其实都不算小车，毕竟轴距 2.615 米，比定位紧凑级的桑塔纳还长一点。2018年底，欧拉第2款车型欧拉 R1 上市，轴距 2.4 米出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车。外观小巧可爱，前脸复古圆润。即使如此，这款车刚开始的宣传页没有太刻意往女性座驾上引导。真正的转折点是2019年的38妇女节，欧拉 R1 推出了专为女性设计的女神版车型，新增了更鲜艳的配色，部分细节也变得更加可爱。当时欧拉为这款车的宣传下了很大功夫，线上线下几乎所有营销都和女性联系在一起，集美们也很给力。2019年，欧拉 R1 卖掉了28498台，占据整个品牌销量的73.3%。
然后到2020年，欧拉突然和猫杠上了。第3款车型原本叫 R2， 上市前夕突然改名白猫。讲真，改名这一招很绝。R2的前脸确实像猫一样呆萌可爱，叫做白猫毫无违和感。既然有白猫，那就有黑猫。随后新款 R1毫不意外地改成了黑猫。黑白猫从名字到设计到营销，同样还是围绕女性。整个2020年，欧拉整体销量大涨到 5.6 万台，其中最好卖也是最开始营销女性定位的黑猫卖掉了 4.67 万台，占总体的 83.1%。或许是黑猫的逆天销量让欧拉高层看到了女性市场的机会，于是在2021年3月，欧拉开了个用户大会，正式官宣欧拉定位全球最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全面落实 all in 女性赛道。自那以后，欧拉和猫彻底杠上了，好猫、芭蕾猫、闪电猫接连上市，各种营销也彻底导向女性，即使引起舆论也毫不在意。典型如好猫的配色，竟然明晃晃地用原谅绿这种字眼，还有欧拉高管展示的 PPT 上公然把狗的消费能力放在男人之前。甚至2023年的上海车展，欧拉还找来了男模现场表演打拳，并邀请女嘉宾袭胸涂鸦。当然，这些营销行为并不是欧拉销量越来越差的原因，目标群体不会觉得有何不妥，恶心的更多是男性。毕竟在原谅率被讨论的2021年，欧拉实现了全年 13.5 万辆销量，创下品牌新高。后来销量下滑的真正原因，简单来说，一是欧拉背刺了女性，二是女性有了更好的选择。咱先看背刺是咋回事。这2年关注过汽车，特别是买过车的小伙伴应该记得，2020年底开始，全球出现了为期1年多的大规模汽车芯片缺货潮，很多车企要么难产，要么涨价。其中欧拉则选择隐瞒消费者，把好猫原先的高通芯片换成性能更差的英特尔芯片。车主发现后闹得沸沸扬扬，纷纷指责欧拉欺诈消费者，要求赔偿退车。最后在央视的曝光下，欧拉才追加补偿方案，但芯片依旧无法更换。值得一提的是，芯片事件后又有车主发现，好猫的车载蓝牙宣传为 5.0， 但实际上是 4.0， 传输性能相差甚远。然后网上就有调侃，欧拉不是更懂女人，是更懂如何糊弄女人。进入2022年后，欧拉又出了一个昏招，停产了入门级的黑猫和白猫，主推价格更高的好猫、芭蕾猫、闪电猫等车型。要知道，当初是黑猫撑起了欧拉的销量，是 6.98 万起的价格才让消费者愿意买单的。结果销量起来了，就把便宜的给停产了。后面新推的车型基本都是15万价位，甚至闪电猫敢卖到20多万。难道在欧拉高管的心中，女性都是高净值人群，随便一出手就能买得起10几20万的车吗？关键高昂的售价至少给个原创好看的设计吧。可惜模仿不到灵魂的保定甲壳虫与保定帕拉梅拉始终无法得到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的认可。这2款车惨遭滑铁卢后，欧拉只能靠性价比仅存的好猫苦苦支撑为数不多的销量。在之后至今，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适合女性的小型车，欧拉存在感也越来越弱。OK， 看到这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欧拉的失败是不是代表着新能源车领域一度轰轰烈烈的它经济彻底哑火了？然而并不是，现在的情况是高喊为女性设计的车比较难卖，反而常规思路造的车被女性买爆。看看比亚迪海豚和海鸥，女性用户渗透率接近 90%， 几乎成了很多25至35岁之间的女性买第一辆自用车的首选。原因很简单，就是性价比高，10万块买台小巧精致的新能源，足够大多数女车主应付城市内通勤的场景。如果追求更好开、更实用的车，像蔚来 ET5T、特斯拉 Model 3、小米苏7等，也有大把的女车主喜欢。据说，仅小米苏7女车主比例就有超过 40%。所以，对女性消费者来说，完全可以从市场的热门车中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车，而不是一个专门打造的车。相比之下，很多高喊为了女性的车，反而像是把女性当作大冤种。他们无非就是内饰和外观涂成各种可爱的颜色，什么樱花粉、布偶白、奶油绿、天青色等等。更进一步的，则是设计一些为女性着想的小细节，比如化妆镜加一圈补光灯，多几个挂奶茶、放高跟鞋的挂钩等等。看着很合理是吧？但其实更像粉红税。比如欧拉和 Smart 之类，10几20万的价格只能买台体积小、续航差的车，溢价都为所谓的女性化买单了。反观同价位，从市场热门车里挑选，选择性会更多。更何况现在主流新能源车基本都提供多种颜色的外观和内饰选择，特殊色加个2、3千就能搞定。
带补光灯的化妆镜和各种各样贴心的储物空间几乎也成标配了，真没必要多花钱买那些带粉红税的车。毕竟归根结底，对一台车来说，所谓的颜值只是锦上添花，被摆在前面的需求依然是最朴素的好用。最后，我们聊聊欧拉可能出现的结局。有车主担心品牌会关闭，我倒觉得可能性不大。欧拉可是长城汽车在纯电市场唯一一张底牌，不可能被放弃。App 迁移无非是个降本增效的手段而已，但目前想让欧拉重现辉煌又很难。一方面，针对女性的品牌定位逐渐失去优势，甚至成为束缚；另一方面，已经得罪了大量男性，如果做回男女通吃的正常品牌，阻力又太大。到底该咋办？不如大家伙儿在评论区聊聊吧。